从今年8月份开始，日本排放核污水已经排了将近4个月，惹得天怒人怨，包括中美等国纷纷禁止了对日本海产品的进口。然而此时此刻，欧洲居然反其道而行之，竟重新开启了进口日本海产品的步伐。这是为何？难道欧洲人对核辐射免疫了？这里是知识天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日本没有排放核污水之前，欧洲可谓是反日第一先锋。许多欧盟大佬纷纷表示，欧洲将成为第一个对日本海产品实施禁令的地区。然而，如今日本排放核污水之后，欧洲却接纳了日本海产品，尤其是福岛等10多个县的海产品，纷纷被欧美开了绿灯。这也让人不禁怀疑，那些欧盟大佬们是不是被日本方面给买通了？其实关于这种特殊情况，就得从特殊角度来进行分析。欧洲之所以进口日本海产品，可能并不是给欧洲人自己吃的，而是给其他人吃的。用现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来讲，那就是洗产地。怎么来理解这个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日本将海产品先卖往一个中转站地区，比如东南亚和欧洲等，随后这些海产品从东南亚和欧洲售出，就能规避日本的原产地了。不得不说，日本人的小算盘打得还挺响。比如前段时间的台湾虱鱼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有关报道称，日本的一家水产公司本来是要向大陆出售2万条虱鱼的，结果因为日本排放核污水，导致中国大陆全面禁止了日本海产品的流入。在这种情况下，这家水产公司只能将虱鱼出口至台湾。一些知情人士就曾表示，这些虱鱼最终可能会经过台湾来到大陆。由此可见，日本的那些海产品可谓是防不胜防，一旦找到可乘之机，他们就会见缝插针地涌入。除了台湾和欧洲地区以外，像新马泰、北美、非洲等地都有可能成为日本海产品的中转站。当日本海产品通过这些中转站洗产地以后，接下来就能大摇大摆地进入各大市场了。这对于各国消费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威胁。日本如火如荼地排放核污水，欧洲却开放接收日本海鲜。近期，欧洲的这场举动遭到了不少人的诟病。后来根据有关人士的分析，日本大概是把欧洲当成一个中转站来倾销自己卖不出去的海产品。也正因如此，所以许多网友在意识到这个情况后，纷纷对各种海产品展开了筛选机制。比如我国的一部分网友就曾表示，今后只吃中国的4大家鱼，再也不吃其他海产品了。可以说，如今的鱼类生鲜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人人自危的境地。当然了，网友们之所以如此担心，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行为确实给一部分海洋生物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比如在2023年11月1日的时候，新西兰食品安全局就对国内民众发布了警告。新西兰食品安全局表示，不要在霍克湾海岸线沿岸收集或食用贝类生物，因为这些贝类生物被检测出了大量的神经毒素，其含量是安全值的11倍。一旦食用的话，很可能会导致身体麻木、头晕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更有甚者还可能会危及生命。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日本千叶县就发生了一起海洋生物异化的事件。当时一位名叫加藤鹤的渔民曾捕获过一只章鱼，他发现这只章鱼居然长了81只触角，容貌丑陋不堪。丢掉章鱼以后，加藤鹤又在附近海域捕获了多只生物。他发现这些生物的容貌基本上都和便羽章鱼差不多。可以说，日本排放的核污水如今已经对各类海洋生物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海产品的恐惧也就在所难免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到最后这些放射性元素都会慢慢聚集在各种海洋生物的体内。当人们将其捕获上来以后，又被送到了各个餐桌。长此以往，人类不就成了毒素富集体了？一位上海女子购买一堆大闸蟹后，发现蒸出来的蟹肉居然是绿色的，这不禁让她开始怀疑这些螃蟹是不是含有核辐射。随后女子便将蟹肉送到了有关机构进行检测。根据最后的检测结果来看，这批大闸蟹体内的核辐射值远超正常范围。由此可见，海产品被核污水污染的情况确实不是耸人听闻。
一旦这些海产品被人们食用，后果不堪设想。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了，既然被辐射的海产品这么恐怖，今后我们在挑选海产品的时候，该如何对其进行甄别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没啥特别的好办法。目前咱们只能通过查看产品原产地的方式来判断是不是可以购买。那怎样才能准确识别出产品的原产地呢？这里可以教大家3个方法。首先就是查看产品的中文标签，像许多进口产品一般都会在中文标签上标注产品的原产国和生产地址，这样就能方便消费者对其追根溯源。如果大家发现产品的中文标签上标有日本或者福岛的字样，那就最好别买了，毕竟这代表产品来自核污水重灾区，万一运气不好吃到了一只81爪章鱼，那就得不偿失了。其次就是可以向经销商或店主索要海产品的检疫证明复印件，这种东西就相当于海产品产地安全的证明。如果海产品来自那些高风险地区，有关机构是不会向商家开具检疫合格证明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那批台湾虱鱼，就不可能获得有关部门的检疫合格证明，到时候商家拿不出这些证明，咱们也就没必要买他的产品了。第3就是查看进口产品的卫生证、原产地证明以及未辐射证明等。像这些证件跟前面的方法也是同一个道理，那就是通过甄别海产品的产地和被辐射程度来判断是否可以购买该产品。只不过相比于前2个方法而言，第3个方法更加复杂和繁琐，这需要商家及上游厂家一起配合来提供更多的证明材料。至于消费者有没有这个意愿去验证，就得看各自的选择了。无论怎么说，食品安全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毕竟日本排放核污水已成事实，如果不在餐桌上多把关，今后一旦中毒可就难搞了。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